老祖宗说，一甲子是一个轮回。大家仔细想一想，这短短的一句话里，其实藏着关乎生死的天大玄机。你是否也发现了一个极其残忍的现象？身边很多人拼搏了大半辈子，名下有了几栋房子，终于攒够了钱准备退休享清福，却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突发重疾，或是家里连遭横祸，甚至连句交代都没留就当场走了。这根本不是巧合，而是大半生在世间摸爬滚打，争名夺利所结下的因缘果报。到了60岁，岁月的无常便开始悄悄叩门，提醒我们是时候停下来，好好整理这大半生积累的得与失了。但无常真正敲门的那一刻，哪怕户头里有金山银山，也抵不过一丝业力的牵引。今天我不仅要为你彻底捅破这层生死大关的窗户纸，还会教给你一个全篇仅有260个字的保命法宝。看完今天的内容，你将学会如何在关键时刻震碎索命黑气，定住魂魄，保你晚年逢凶化吉。我来分享一个极其震撼的真实故事，大家仔细听好。有一位开工厂的林董事长，那是商界里出了名的拼命三郎，大半辈子在商场上雷厉风行，为了扩建厂房，有意无意破坏了不少山林水土，为了抢订单，应酬拼酒，也斗垮过不少竞争对手。他刚过完60大寿，准备把工厂交班给儿子，自己退居幕后，搬进刚装潢好的透天豪宅里，好好享福。结果就在寿宴结束没几天的深夜，他突发严重的中风，直接倒在自家的浴室里。救护车一路鸣笛，把他送进急诊室，医生拼了命的抢救。这个时候，林董事长的肉体已经完全没有知觉了，但是他的神识却跑了出来。他感觉自己突然掉进了一个灰蒙蒙、极其压抑的空间，这里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吹过来的风透着刺骨的阴冷。各位要知道，这就是佛法里讲的中阴身前兆，是人死后投胎前的过渡地带。他在这个灰暗的空间里飘着，突然之间，四面八方涌过来一团团黑压压的浓雾。这些黑雾是什么？全都是他前半生在商场上算计过的人，那些因为他扩建厂房而失去栖息地的生灵，还有他应酬、吃喝杀害的生命。这些冤亲债主带着极大的怨气，死死地压迫他，简直要把他的魂魄撕成碎片。他在那个空间里吓坏了，拼命大喊：我有钱，我户头里有几十亿，我全部给你们，你们放过我。可是到了那个境界里，谁还认钞票？金山银山在那边连一阵风都挡不住，眼看他就要被这股带着滔天怨气的黑雾彻底吞噬，神识眼看就要被打散，堕入恶道了。人在最绝望、最恐怖的极点，往往会激发出八识田中最深层的善根。他突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常常牵着他的手去当地的寺庙，大殿里总是传来阵阵敲着木鱼、诵念经文的声音。他当时只是个小男孩，连意思都听不懂，但在这个生死关头，他下意识地拼了老命地在心底狂喊出当年听到的最后那句咒语：揭谛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就在这一个念头刚刚升起的刹那，奇迹出现了。原本漆黑压抑的虚空之中，突然大放光明，260个金光闪闪的梵文字母，就像天上降下来的金刚罩一样，带着无比清净、刚猛的威德，轰的一声，把那些索命的黑雾瞬间震得粉碎。这些金光灿灿的字，把他的神识紧紧包裹在中间，暖洋洋的。猛然间，他只觉得胸口一阵剧烈起伏，深吸了一大口气，
在加护病房的床上睁开了眼睛，终于活过来了。医生都擦着冷汗说，这简直是奇迹，脑部缺氧这么久，竟然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这位林董事长出院以后，你知道他回到家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他把书房里满墙的权谋算计、商业兵法通通打包清空了。偌大的原木书桌上，只恭恭敬敬地供奉着一卷经书，那卷经书就是把他在黄泉路上硬生生拉回来的。全篇只有260个字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各位朋友啊，人过了60岁，不管以前多风光、多能干，都要懂得把人生的行囊清空，过去的种种得失通通放下，唯独要把这部心经带在身上，刻在心里。你回头仔细想想，刚刚故事里的林董事长，在阴阳交界的生死关头，为什么他满脑子的商业兵法全成了废纸？为什么只有这短短260个字的心经能救他的命？因为人到了那个生死关口，身上的精气神已经衰弱到了极点，根本调动不起任何庞杂的东西。字越少，神识才越能在极其危急的一瞬间，完完全全地聚拢在一起，爆发成保护的金刚罩。懂了这个道理，再回头看看现在很多朋友，人过了60岁，千万不要不服老。很多人刚退休，心想，哎呀，我辛苦了一辈子，终于有大把时间了，我要好好修心养性，我要把几十卷的深奥佛经都看一遍，或者我要去到处拜师，学各种高深莫测的法门和繁琐的仪式。这些想法听起来好像很精进，但大家要知道，方向全错了。我们弘一大师晚年最常提的4个字，叫做万缘放下。这不仅仅是放下名利，更是要放下执念。老祖宗的宝典里也早就把人的身体密码讲透了。人到了60岁这个转折点，精气神开始走下坡了，身上的气机开始散了。最明显的表现是什么？眼睛花了，耳朵重听了，刚放下的钥匙，转头就忘了放哪里。在我们佛法唯识宗里头讲，这叫做第6意识，也就是分别心、记忆力、逻辑思维能力开始渐渐衰退了。这是天道循环的自然规律，谁也逃不掉。结果偏偏有些人在这个气机衰退的时候，跑去翻那厚厚的经书，今天去学个复杂的密咒，明天去搞个繁琐的仪轨，读了上一句，忘了下一句。今天背下来的，睡一觉明天全忘光了。背不下来，心里还急得要命，生怕佛菩萨怪罪，天天活在自责里。请你静下心来问问自己，这是在修行，还是在折腾自己这条老命？在佛门里，这叫做贪法。很多人以为贪财、贪名才是贪，其实贪图懂得多、学得多，同样也是个贪字啊。用本来就已经快要枯竭的精气神，去强行塞进海量的资讯，这在老祖宗看来，叫做妄念耗神，神识本来就不稳固了，还天天这么消耗它，越修脑子越迷糊，越修脾气越大，最后把自己搞得神经衰弱，整夜睡不着觉，家里的磁场全被这种执念给搞坏了。所以我常常跟那些老菩萨们讲，60岁以后的修学其实只留给我们3个字，做减法，大道至简，什么都不要贪多。当年佛陀讲经说法49年，其中单单讲大智慧就讲了整整22年，这260个字的心经就是这22年般若智慧的绝对精华，就像炼出来的金丹一样，所有的杂质都去掉了，浓缩到了极点。以前有个70多岁的老菩萨跑来找我哭诉，他说，哎呀，我老了，脑子笨了，一部经书5000多字，
我念了半年还是结结巴巴的，我觉得我业障太重了，我是不是没救了？我当场就跟他说，你简直是在折腾自己，佛菩萨是慈悲的，是来救度你的，哪有逼着老人家天天像小学生一样痛苦背书的道理？我当下就让他把厚重的经书恭恭敬敬地收起来，告诉他，你每天什么都不管，就看着这260个字的心经，能看懂多少算多少。不到1个月，这位老菩萨红光满面地跑来见我，他说，我不焦虑了，现在晚上倒头就睡，连梦都不做。为什么？因为他不再耗神了。朋友们，请记住，60岁以后，余生很贵，精气神更贵，千万不要把宝贵的残余能量浪费在去啃那些消化不了的东西上，把那些复杂的通通砍掉，就专心依靠这部心经，至少心就容易定下来。心一旦定住了，气机就聚拢了，气机一聚，神识就清明了。只要把这260个字在心里扎下根，哪怕到了临终的那一刻，神识都不会散乱，这才是真正的保命根本。那么光是自己关起门来不耗神，这样就够了吗？这远远不够。很多朋友自己在房间里念经打坐，门一推开，走到客厅，看年轻人不顺眼，看他们不会带孩子，也要插一嘴，管东管西，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怨气冲天。经文念得再多，家里的风水全给败光了，有什么用？心经里头有一句最核心、最著名的话，叫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很多人不懂，以为这个色就是指男女之色，那是误解。在佛法里，我们老祖宗讲的这个色，是指世间一切你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物质和现象。房子、存款，这是色；儿女、孙子、媳妇或女婿，这也是色。那什么叫空呢？空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了，而是说这一切都是因缘聚合，大家前世有缘，或者有恩，或者有怨，这辈子凑到同一个屋檐下，成了一家人。缘聚则生，缘散则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业力和福报，是做不了别人的主的。结果呢，很多朋友到了60、70岁，出于一片好意，死死地抓着这个色不放，觉得这是我买的房子，这是我生的女儿，这是我家的香火孙子。这种强烈的掌控欲，在佛法里叫什么？叫做我执。这会在家里结下很深的怨气，这个家天天弥漫着这股气氛，风水能好得了吗？我们来看看发生在台北的一个真实案例。有一位刚退休的国中城教务主任，大半辈子在学校里发号施令习惯了，退休后他搬去跟女儿、女婿同住。出于疼爱，他开始全面接管年轻人的生活，从女婿的换工作选择、孙子的补习班安排，甚至连厨房里酱油、盐巴的摆放位置，他全都要管。只要年轻人不顺着他的意，他就开始碎碎念，觉得自己都是为了这个家好，为什么大家都不领情？结果怎么样？不出3年，女儿硬生生被逼出了重度忧郁症，女婿心灰意冷，扬言要带着孩子搬走，好一个家弄得支离破碎。他跑来找我哭诉，问我是不是家里风水不好。我毫不客气地告诉他，家里最大的坏风水就是你的掌控欲。所以我常常劝朋友们，60岁以后气机转了，在自己家里要学会当客人。大家要知道，这可是个大智慧。什么叫当客人？你仔细想想，平时去亲戚朋友家做客，会去管人家客厅沙发怎么摆吗？会去管人家晚上吃米饭还是吃面条吗？人家在教训孩子，会冲上去指手画脚吗？
绝对不会的嘛，只会笑眯眯地坐在那里，喝喝茶，说两句吉利话，吃完饭高高兴兴地走人。在儿女家也要用这种做客的心态去过日子。年轻人怎么教孩子，那是他们的因果，儿孙自有儿孙福，看得惯就微微一笑，看不惯心里马上默念一句色即是空，把那个想要插嘴的干涉欲硬生生地给截断，把用来盯着儿孙的精力和眼神通通收回来。收回来放在哪里？放在自己的心性上，放在心经上。各位朋友要记住，60岁以后留给子孙最好的东西，绝对不是银行户头里的那点死钱，而是修出来的那一身清净祥和的功德气场。每天笑呵呵的，不管闲事，家里没有怨气，磁场自然就顺了。这才是儿孙最大的福报，也是家里最好的风水。但是哪怕家里和睦了，60岁以后还有一个最硬的难关在前面等着，谁也躲不掉。是什么？是身上这几十公斤的肉，是这个逐渐老迈的身体。想想看，人老了，今天这里酸，明天那里痛，去医院一检查，哎呦，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甚至检查出个什么难治的大病来。很多朋友一听自己得了重病，当场就崩溃了，天天哭天喊地，老天爷啊，我这辈子没做过缺德事啊，为什么让我受这种罪啊？这么一哭一抱怨，本来还能安稳度过的时光，全被自己的恐惧给吓坏了，苦死了。各位要知道，佛法里把我们这个肉身叫什么？叫做四大假合。哪四大？地、水、火、风、骨头、肌肉，这叫地，血液、体液。这叫水，身上的温度，这叫火，呼吸、气机，这就叫风。这4样东西就像零件一样，临时拼凑成了我们这副肉身。这副躯壳在世间操劳了60、70年，在外头风吹日晒的，里面的零件哪有不生锈、不老化的道理？机器旧了，运转的摩擦声肯定大，这是天道运转的自然规律。所以老了生病，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千万不要觉得委屈。那老了生病，痛得受不了怎么办？今天教大家一招极其厉害的心法，要学会把痛和苦硬生生地给剥离开来。这个理怎么讲？痛是这个4大假合的肉体在发出警报讯号，是生理上的。刀割在身上，哪有不痛的？这是天经地义。但是苦是什么？苦是心里的恐惧，是不甘心，是神识，被这个肉体的痛给绑架了。我来分享一个发生在南头的真实故事，你一定要仔细听。南头有一位种茶种了一辈子的老茶农，到了70多岁的时候，业力现前，检查出来得了胰脏癌，而且已经是末期了。各位晓不晓得胰脏癌末期是什么概念？那是痛入骨髓啊！连医生都说这种痛是人类能承受的极限，必须得打剂量最重的止痛针才行。当时这位老茶农住院，同一个病房里还有另外2个也是重症的病人，那2个人每天痛得在病床上不断哀嚎，把床单都抓紧了，整个病房里充满了绝望与怨气，气氛简直让人喘不过气。但是唯独这位老茶农极其安静，他每天就半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护理师来巡房，看他满头大汗，嘴唇都咬破了，知道他正经历着剧痛，就问他：老爷爷，你要是实在受不了，你就喊出来，或者我请医生给你再加点止痛药。老茶农微微睁开眼睛，勉强挤出一个慈祥的笑容，气若游丝地说：护理师，没事的，这副肉体就像我山上的那台老烘茶机，用了几十年，生锈报废了，
正在解体，肉体在痛，但我的心里不苦啊。护理师听不懂啊，以为老人家在硬撑。结果有一天深夜，病房里气氛最沉重的时候，老茶农的剧痛又发作了。他没有喊疼，只是紧闭双眼，在心里默默地持诵心经，把自己的神识死死地定在这260个字的空性智慧上。这时候，隔壁床那个痛得半梦半醒的病人突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睁开眼，竟然看到老茶农的病床周围泛起了一层极其微弱柔和的光晕，就像月光一样照在老茶农的身上。与此同时，整个原本充满消毒水味的病房里突然飘起了一股极其浓郁奇异的清雅茶香与檀香味。各位朋友不妨想想，这不是什么迷信，这叫做神识清明、气机纯正的显化。这位老茶农用心经的定力，把自己的神识灵魂跟这个正在败坏的肉体完完全全的剥离了。肉体尽管去痛，那是地水火风在解散，但我那个清清静静的本来面目就在旁边看着他痛。我不跟着他受苦，我绝不恐惧。我们很多人身上哪怕只是长个骨刺，或者得个严重的关节炎，就叫苦连天，觉得天塌下来了，神识完全被那点皮肉之痛给缠死了。越是在意它，把所有的气血都集中在那个痛点上，那个病魔就越猖狂，就把人折磨得越惨。所以60岁以后遇到病痛，一定要懂得用心经里的空性去关照它。观自在菩萨首先要学会看着自己的肉体变老生病，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是这部旧机器在生锈，它在痛，随它去，我的心绝不跟着它跑。生老病死还有肉体上的病痛，我们前面都一层一层剥开讲透了。现在我们要面对60岁以后，所有人打从心底最怕、最忌讳提，但又绝对躲不过的最后一关——死亡。你仔细想想，很多朋友一过65岁、70岁，晚上经常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叹气，甚至半夜惊醒做噩梦。他们在怕什么？他们不是怕没钱花，也不是怕儿女不孝顺，他们最深层的恐惧是两眼一闭，腿一伸，是不是就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就变成一堆灰，一捧黄土，彻彻底底的从这个宇宙里消失了？这种对未知和虚无的恐惧，在我们佛法里叫做断灭见，也就是觉得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了。这是一根扎在心底最深的毒刺，极其伤神，极其消耗气血。但是老祖宗和佛菩萨早就把生死这本账算得清清楚楚了。人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绝对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前面提过，我们的肉体是4大假合，是地水火风临时拼凑起来的一部机器。到了老了、病了、寿命尽了的时候，这部用了一辈子的旧机器就要报废了。但是开这部机器的司机，也就是神识，一般人常说的灵魂，它是绝对不会死的，它是不生不灭的。经常打一个比方，你一听就全明白了。生死就像什么？就像身上穿了一件衣服，这件衣服穿了70、80年了，上面全是补丁，又是骨质增生，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这件又脏又破的衣服紧紧裹在身上，勒得喘不过气来，天天浑身酸痛。现在时候到了，自然规律告诉你，可以把这件又破又沉的旧衣服脱下来了。神识从这个衰败的肉体里钻出来，去洗个干干净净的澡，然后换上一件崭新的衣服，开始下一段旅程。想想看，脱掉一件让人痛苦不堪的破衣服，这是多大的一种解脱啊！这是好事啊！
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很多人临终前为什么极其痛苦，苦苦挣扎，就是因为死死地抓着这件破衣服不肯撒手，觉得这件衣服就是我，脱了衣服我就没了。在佛法里，这就叫做非爱。非爱存款簿的密码还没交代给儿子，非爱新买的房子还没住够，甚至非爱跟某个人的恩怨还没算清，就是这股强烈的牵挂与执着，死死地拉扯着，在脱离肉体的时候，就像生龟脱壳一样，痛苦到了极点。你再看看《心经》里是怎么说的，里面有一句顶天立地，能破除万古无明的话：心无非爱，无非爱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短短10几个字，就是治这块心病的神丹妙药。如果真把前面的道理都听进去了，明白一切名利都是因缘假合，连这个肉体都只是借来用的。等真到了临终那一刻，躺在床上，能做到心里干干净净，对世间的一草一木都不贪恋，对这个破烂的肉体也不留恋。心一旦没有了非爱，那也就没有了恐惧，没有恐惧，神识就不会慌乱，就不会被业力的黑风卷走，清清白白地看着自己换衣服，轻轻松松地搬个家，这层窗户纸一捅破，连今天晚上睡觉做梦都是香甜的，因为心里彻底踏实了，知道生死不过就是一进一出，一脱一穿的自然规律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人过了60岁，能看破生死，才是人生大自在的开始。既然讲到了看破生死，我们就不得不提60岁以后另一道极其隐蔽，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精气神的致命暗伤。这道暗伤是什么？是心底最深处那股放不下的恩怨与执念。你仔细想想，身边是不是有很多朋友、长辈，虽然退了休，每天去公园散步、泡茶，看起来日子过得很悠哉，但只要一提到某个人、某件事，立刻就咬牙切齿，气得浑身发抖。有的人恨了30年前在生意上骗过自己钱的合伙人，恨了一辈子；有的人怨恨年轻时对自己始乱终弃的伴侣，到老了还在天天咒骂；甚至有的人是怨恨自己的亲生骨肉，觉得孩子不孝顺，逢人就哭诉自己有多委屈。大家要知道，这种常年盘踞在心里的怨气，在我们佛门里叫做胆恨心，这是一股极其可怕的阴毒能量。老祖宗在中医里早就讲得明明白白，怒伤肝，思伤脾，悲伤肺。每回忆一次过去的委屈，每在心里痛骂一次那个对不起自己的人，五脏六腑就像是被浸泡在毒水里一次。以为是在惩罚别人吗？根本不是。那个伤害你的人可能早就拿着钱在吃香喝辣，或者早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而你呢，却用残存的精气神每天在心里给自己上刑。这不叫记仇，这叫拿别人的过错来折磨自己这条老命啊！再来分享一个发生在高雄的真实案例，听完绝对会惊出一身冷汗。有一位68岁的退休张老师，为人非常正直，教学也很认真，但是他大半辈子都不快乐，因为他的前夫在30年前有了外遇，抛弃了他和年幼的孩子。张老师硬是咬着牙，一个人把孩子拉拔长大。这30年来，他心里那股恨意从来没有消停过。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在孩子面前痛骂前夫，在家里甚至连前夫的姓氏都不准提。他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委屈的受害者。结果刚过65岁那年，张老师突然觉得右上腹剧痛，去医院一检查，肝脏长了一颗恶性肿瘤。医生告诉他，这跟他常年情绪抑郁、郁结在心有极大的关系。
住院化疗期间，张老师痛苦不堪。更让他崩溃的是，他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了。为什么那个抛家弃子的负心汉现在活得好好的，而我这个辛辛苦苦付出一辈子的好人，却要遭受这种折磨？这股强大的怨气让他的病情迅速恶化，止痛药的剂量越打越重。后来，有一位很有修行的老师傅去医院探望他，看着在病床上痛苦挣扎的张老师，师傅只问了他一句话：你天天念心经，心经里那句远离颠倒梦想，你到底读懂了没有？张老师愣住了。师傅接着说，这世间的一切恩怨情仇，就像是昨晚做的一场梦。30年前的那个前夫，早就随着时间消失了。现在每天在你脑海里折磨你的，根本不是他，而是你80田中那个死死抓住不放的幻象。你紧紧抱着这个痛苦的幻象当作宝贝，这就是最大的颠倒梦想。师父叹了口气说，你现在得了重病，肉体已经在受苦了。如果你临终的时候心里还带着这么庞大、这么沉重的怨气，你的神识就会被这股黑气直直地拖入恶道。你不仅这辈子苦，下辈子还要继续跟这个人纠缠不清，互相报复，这值得吗？这番话就像一记响雷，狠狠地劈醒了张老师。是啊，恨了30年，除了把自己恨出一身病，得到什么了？那天晚上，张老师强忍着病痛，在心里默默地对着虚空说，我原谅你了，不是因为你做对了，而是因为我不想再背着这块石头往下走了。我们这辈子的恩怨到此为止，我把心经的功德回向给你，愿我们生生世世再无瓜葛。就在他真正做到放下的那一瞬间，奇迹发生了。张老师突然觉得压在胸口30年的那块大石头轰然碎裂，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与清凉。那天晚上，他没有打止痛针，却安安稳稳地睡了这几个月来最好的一觉。从那以后，虽然他的身体依旧虚弱，但他的面容变得极其慈祥，甚至在病房里还能笑着安慰其他的病友。最后他走的时候，走得非常安详，没有恐惧，也没有废爱。各位朋友，60岁以后，原谅别人其实是放过自己。心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因为它讲透了空的智慧。不管过去别人欠多少钱，或者受了多大的委屈，到了60岁这个生死交关的门槛，都要学会大笔一挥，把这本世俗的恩怨账本给勾销掉。不要觉得吃亏，老天爷的账本比我们算得精，个人的因果个人背，他造的业，因果法则自然会去收拾他，根本用不着我们来替天行道，操碎了心。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把神识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如果心里现在还恨着谁，怨着谁，听我一句劝，今天晚上睡觉前，在心里默默地对那个人说一句，色即是空，把这段恶缘硬生生地剪断，把用来生气的力气全部收回来，念一句揭谛揭谛，波罗僧揭谛。当心里的怨恨被清空了，精气神自然就补回来了，身体的免疫力就会增强，这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这才是真正的延年益寿啊！讲完了如何斩断心里的恩怨毒刺，我们再来看看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用最简单的方法，把这260个字的心经变成随身携带的保命护身符。道理讲得再透彻，那终究是理论。老祖宗有句话叫理可顿悟，事须渐修。道理听完一拍大腿，哎呀，明白了，一切都是因缘假合，我再也不生气，不害怕了。结果第二天，年轻人顶一句嘴，或者去医院检查发现个小毛病，那个火气
那个恐惧马上又冒出来了。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这叫做我们的业力与习气太重，光靠短暂的顿悟压不住常年累积的妄念，所以过了60岁，光懂道理是不够的，手边得有个法宝。这部只有260个字的心经，就是佛菩萨教给我们的护身符。这里有3招实用的方法，大家不妨记在心里。第一招，用咒语当作快刀，一刀斩断胡思乱想。很多朋友在家里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胡思乱想，坐在沙发上想着孙子明天考试能不能考好，想着老伴的血压降下来没，想着自己户头里的钱够不够养老，越想越烦，越烦气血就越堵。这在佛门里叫做妄念，是极其消耗残存精气神的。遇到这种无名烦恼像杂草一样长出来的时候怎么办？立刻在心里把心经最后的那句咒语提出来，揭谛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不要去管这句咒语字面上是什么意思，它是清净的真言密码。只要一烦躁一害怕，心里马上就默念这句咒语，它就像一把削铁如泥的智慧剑，咔嚓一刀就把那个纠缠不清的念头给斩断了。人的心就像个水杯，里面装满了泥沙与妄想，用这句极其清净的咒语投进去，泥沙就沉淀了。只要每天这么做，烦恼来一次就念一次，慢慢的心里的那股怨气、焦虑气就彻底化解掉了。第二招，千万别勉强打坐，要借着音律震荡气脉。有的朋友很虔诚，学人家去盘腿打坐念经，结果60、70岁了，骨头都硬了，盘了10分钟，腿麻的站都站不起来，满头大汗。想想看，这叫受罪还是叫修行？60岁以后念心经，千万不要搞那些折腾肉体的高难度动作，就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或者早起在阳台边出声朗读。不要在心里默念，一定要把声音发出来，但不用太大声，像平时读书一样就好。为什么？老祖宗讲，人体是有气脉的，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地把心经念出来。这260个字的音韵自带一种极其祥和的频率，一边念5脏6腑、气脉都在跟着这个经文的音律产生轻微的震荡。这种震荡能帮忙把胸口的闷气、身体里堵塞的郁结慢慢的给震开。每天早晚各念上3遍，每一字每一句清清楚楚地念出来，耳朵清清楚楚地听进去。坚持1个月，会发现自己呼吸深长了，走路有精神了，晚上倒头就睡。第3招，如果真的记不住，一句佛号万法归一。讲到这里，肯定有朋友要问，要是家里有个老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或者有的人记忆力已经严重衰退，连这260个字都记不住了，那该怎么办？各位要知道，佛法是极其慈悲的，大开方便之门，绝对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如果真的是年纪太大，体力衰弱，连念短短的心经都觉得费力，千万不要有挫败感。这时候修学就要彻底简化，回到万法归一的境地。这最后一个保命招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或者是南无观世音菩萨，就记住这几个字，想到就念，没有任何硬性的规定。老人家一个人坐在椅子上，觉得心里空荡荡、孤独害怕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串念珠，心里想到菩萨了，嘴里就念一句佛号，哪怕只念这一句，当下的神识就跟佛菩萨的清净气场连上了。这种毫无压力的念佛，同样能让心里得到极大的安宁，这同样是了不起的大修行。
这套修心法门的最后一步，也是最能升华生命的一步。很多朋友到了60、70岁，总有一种极其悲观的想法，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剩下的日子也就是吃吃喝喝，等着走罢了。这种念头极其损耗自身福报和气机。你的晚年绝对不是等着凋零。60岁以后，是这辈子阅历最深、世俗杂事最少的时候，这恰恰是老天爷赏给你的一个黄金基辅期，是开启精神大自由的最佳时机。今天聊了这么多，我们再温习一遍这几个保命的法宝。第一，做减法，不耗神，别去学复杂的规矩，专心依靠简短的经文。第二，在家里当客人，放下掌控欲，默念色即是空，顾好家里的祥和磁场。第三，把身和心剥离，身体老了痛了，那是机器在生锈，心里别跟着受苦。第四，把生死看成换衣服，时间到了就是脱下破衣服，心无非爱，走得才轻快。第五，每天出声朗读或念一句佛号，用咒语斩断烦恼，用音律震荡气脉。这几步只要照着做，保证晚年清净自在。但是光是自己修好还不够圆满，最大的改命是改变我们的心念。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人心。现在这个社会，有多少朋友天天被家里的琐事气得整晚睡不着？有多少人被一点病痛吓得痛不欲生？又有多少人一想到生死就恐惧得直发抖？如果你觉得今天分享的这些道理有所帮助，不妨将这份心得与身边的亲戚、朋友交流，也许一次无意的分享就能解开一个老人家多年的心结，让他少生一场气，甚至改善了一家人的氛围。同时，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极强能量的，千百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形成的清净能量场，威力不可思议。愿大家都能保持心中的善念，无论是祈愿家宅平安，还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哪怕是最简单的一句阿弥陀佛，这份善意最终都会化作不可思议的福报，清清静静地回向到你自己和家人的身上。祝福各位朋友，夕阳无限好，步步生莲花。